哈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法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哈，这个就是尼采的这个哲学随笔集，叫做《超善恶》啊。这个在中文翻译叫《超善恶》，在日文翻译叫做善悪の彼岸，就是善恶的彼岸。我之前也有做一期视频，用了善恶的彼岸这个词哈。算是引用了他一个意境吧。那么这本书呢，我在国内呢也就买过啊，因为呢这个超善恶这个题目首先很吸引我，就是这种讨论道德的，然后呢这种理性的、纯粹的这种超过善恶的这种题目啊，是比较吸引我的。因为我觉得这种能够对道德进行批判的这些人呢，其实是一种哲学上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潮吧。前半部分我首先一个体会吧，就是说因为超善恶的中文版我也看过，然后这个善恶的彼岸的这个日文版我也看过，然后在这个比较当中，我首先有一个体会，那就是中文和外文之间的这个区别啊。首先我觉得中文翻译的非常不好懂，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多时候呢，把这个外文这个定语从句状语从句这些东西呢，可能直接就把它拿到一个单词的前面去翻译，所以呢，这个东西会导致这个文章非常的晦涩哈。那么就是佶屈聱牙，就是你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什么这种翻译方式呢，让你有的时候一头雾水。因为你像外文的话，它是什么 what 什么什么 who 什么 whom 还有什么 whose 还有这个 how， 然后它后面是有一个标志告诉后面这些地方呢是状语是定语从句状语从句。你不需要去仔细读，你只要看到 what 什么 how 啊 who 啊这些，你就可以先不读啊，你就知道这个是在说明前面的东西。但中文没有这个东西，它就只能把它得这样叠加上去。一些写的比较复杂的句子呢，这个直接这样翻译的话呢，会让这个非常的耗脑力哈。这个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在指代哪一个部分啊，所以看起来就非常吃力，所以最后就没有看下去。而日文呢，在翻译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方面它就没有像中国以这种方式来翻译，所以呢，日文还是比较好懂的。所以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感觉以前我觉得哲学的东西我看不懂啊，现在我发现哲学的东西我也看得懂了，那应该感谢这个叫做日本的翻译的这个简明易懂那么这就是一个中国和日本的一个差距吧，就是日本的希望把这个东西呢翻译的很标准化，很这个大众化，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东西。而中国呢，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翻译外文的时候呢，有这种定语从句、状语从句，把它做成一个长句子，好像这样比较有文采，然后就搞得大家都看不懂的这种事情呢，我觉得也挺多的。这也是一个我对这个中日之间这个翻译的一个自己的看法吧。还有第二点，我就觉得好像说，在这个看这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中文是一个非常好的语言就是在理解意思上面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语言。尤其是因为我在日本吧，我在日本比较喜欢看书吧，然后我发现我看日本的书是非常不吃力的一件事情因为只要有汉字的话，你终归是它的意思总能够理解一部分。而这个呢，让我联想到外文的这个特点英文的特点。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来日本吧，他就跟我讨论，他说这个英文这个东西，他说他到了初中之后，他基本上所有的英文单词他都会读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我会读，因为英文呢是一个叫做音节语这样的语言。那么就说你知道它会读，但是呢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出来一个很长的单词，你只要按照音标的话去拼的话，8、9不离10还能够把它给读出来。但是中文就刚好相反中文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看了这个词儿，你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你不知道它怎么读这就是中国和外国的语言上面的一个区别。这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所谓的中国人有文化的人，就是学习非常好的人，这个学中国文化、学中国古文化比较好的人，他主要的能力并不在于说把这个东西的这个意思给搞懂因为意思就是连乡村大妈都能搞得懂我之前看那个死东记这个视频，就是他老婆是比较有文化的，经常纠正他的读音因为他音读错了。而死东记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书的一个人他有的时候他看书的时候就是瞎看，只要看懂意思就可以了，然后读音嘛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结果呢就读错字。所以呢就说文化不好在中国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这就是你文化不好的一个象征。比如说这个对吧，国家领导人如果经常读错词的话，那么就很明显就是说明这个人文化不过关。在中国文化圈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在外国的话呢，刚好相反，就是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它怎么读，而是说你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
所以外国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这个总统啊，有的时候给了一篇很复杂的这个演讲稿啊，他就照读，然后呢，他不知道他读的什么意思，他能把那个稿子给读下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现在很讨厌那些政客啊，因为那些政客我感觉就很多就是这个读稿嘛，就是人家给他稿他就照读，然后他根本就不知道它里面什么意思。然后，所以外国的这个没有文化呢，就是说他对他读的东西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中国和外国和相反？所以呢，中国这个在意识传播上是有这个优势的话呢，所以他很喜欢搞一些很抽象的东西哈，就因为它太容易理解了，有象形字啊，然后这个各种方式啊，所以中国呢，他就喜欢纠结一些很抽象的东西，而那个外国呢，就是外国的学习呢，就必须说这个东西是和你生活当中的实物是有关联的，他才能把它记下来，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要背单词这个事情啊，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而且是非常痛苦的。也就是说，外国人为什么他们有的时候他不喜欢读书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一些专业的书籍，虽然你也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人了，或者你已经上过大学了，你已经很有文化，但是你换一个这个层次的东西，换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领域的东西的话，你这本书你基本上看不懂。比如说这个，你说外国人要看哲学书籍，那就很困难。你如果不研究哲学的话，你看这个哲学书籍里面全都是你不懂的单词，那你看起来就很吃力嘛。所以我觉得在日本这个在学习上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国家吧，就是你一方面借鉴了东方文化的这个叫做汉字的东西，一方面呢又有这种外来语的这个音节部分。所以呢，你在日本学日文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说一个人啊，很多中国这个留学生到了日本啊，他这个就是马上就是在读写上面很快就能提升，他读起来写起来是非常快的，但是说呢他不能说哈，但是因为他读音不知道嘛，他知道这个东西的意思，但是他不知道读音嘛。但是呢，这个反过来说，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最难的应该是什么呢？它是日本有这种叫做片假名的语言啊，就是外来语啊，但就是直接就是音节的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呢，对中国来说最痛苦。比如说你到一个公司去面试的话，如果说他突然蹦出来一大堆这个假名的这个外来语的话呢，你如果就是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会非常的懵啊，你就会一脸雾水。这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经常遇到的事情哈。是吗？就很多名门大学出来的，他也很多这个外来语不认识，就是这么个情况哈。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其实如果说你在这个情报上比较公开的话，那个有言论自由的话呢，其实外国的很多好东西呢，你很快就能从意识上去理解，不需要像外国那样，你为了学一个专业还得花很长的这个预备时间去背它的单词，这样的事情呢，在中国呢是不需要的。所以呢，中国呢是一个很有机会成为一个叫做拷贝大国的一个国家哈，它就拷贝方面确实是比较强，因为它的语言体系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言论的这个前置和情报的限制越强大呢，那么中国的强大呢反而就是被抑制住了嘛。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能认清到中国这个文字和这个语言的这个规律和这个其他国家的语系的区别在哪里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中国应该是怎么样去发展的。那么现在聊回这本书啊，尼采这个人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是被妖魔化的啊，是个污名化的一个哲学家，但是呢，他的哲学理论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只能说挺有意思，不能说他对啊。你看之前我看那个文昭谈古论今也是，文昭一下子就把这个整个德国哲学界都一棍子打死哈，我就感觉他可能在外国吧，就从来没有看过德国的哲学著作吧，因为德国的哲学著作他看不懂吧，因为他单词不可能背到这个程度是吧？他不可能把对吧？我只能这样推测。那么你在外国吧，我觉得你在日本的人呢，可能你在日本的这些华人呢，可能他还比较喜欢阅读哈，但是你到这个海外的很多华人呢，他有的时候这个阅读呢，他就不能成为一种兴趣，因为太难了，太枯燥了。你要去学一个新的东西的话，你一开始的预备知识实在太多了，还不如就是看看时事啊，看看这些实际的东西哈。所以呢，外国比较实事求是，而中国比较抽象嘛，就这样的。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看过尼采任何一个哲学著作，所以他才会说什么尼采疯啦，什么叔本华接电疯啦，这些把德国哲学家一棒子打死，说马克思也是这样啊什么。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是很少有人直接把德国一棒子打死的哈。那么这个我看了就有点不舒服，所以呢，我就今天就介绍一下尼采的这个书籍哈。那么尼采的书籍的特点呢，就是他有的时候有些排比和那个叫做比喻呢，是非常的这个深刻的。比如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他说什么是快乐呢？快乐就是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
愚蠢啊！就是我一想啊，原来是这样。那么抽烟的人快不快乐？对啊，他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愚蠢，所以他快乐。赌博快不快乐？快乐啊！玩游戏快不快乐？快乐啊！这都快乐，因为你很愚蠢嘛。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以一个对比的方式，然后呢讲了一些这个很生活的东西，但是呢在对比当中呢，给你一点哲理的思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尼采的主要的这个思想呢，主要是一个叫做远近法，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的这个人在这个知识的欲求上面的他的一点思考哈。远近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离你比较近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重要，而这个东西离你比较远的时候啊，你就会把它妖魔化，你就觉得它不这么重要啊，然后你就会把它排斥出去。那么这个尼采的哲学思想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客观这个东西哈，都是一种远近法的一种制作哈。人呢都是对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呢，对他的这个加成会更加大一点。你说为什么人最后就会从看电视里面慢慢转到这个网络上看手机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呢就符合远近法的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这个电视上，比如说中央电视台拍了很多很好的节目，但是你喜欢看吗？你不一定喜欢看，因为这个东西离你太远了，这个距离感太强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就是一些什么像什么石东记啊这些小夫妇啊随便拍一下的，然后你觉得和你这个生活很接近的东西呢，你就觉得有点喜欢看，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你会加入到里面，你会有一个评论的体制，还有个反馈的机制，你可以给他点赞，你可以给他点彩都可以。那么这个东西呢，不管你是点赞还是点彩呢，其实呢都是体现了一种责任感啊，就是说你希望这个频道做得更好，就你会骂他，然后如果你对这个频道毫无感觉到非常遥远的话，你连理都不会理他。所以呢，不管是骂你的还是赞你的呢，都是怀着一种责任感在看你的节目哈。然后呢，这些不管赞了你还是骂了你的人呢，在当中呢体会到自己的参与感。如果这个参与感能够在这个视频当中还有体现，如果说比如说这个 UP 主还提了一下他们的名字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有一种参与的感觉哈。那么就说这个东西呢是他和这个 UP 主一起做出来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就跟他的距离就变得比较接近了。那么人就会越来越关心这些离自己距离比较近的东西，而不再去关心什么离自己距离比较远的东西。而这个妖魔化产生的过程呢，也就是在对自己不关心的比较远的东西呢，找到了他一个弱点，找到了一个缺点，然后呢就对他进行攻击哈。比如说像这个文章攻击尼采啊，这些文章攻击叔本华，这些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嘛。所以尼采认为的这个远近法呢，实际上对这个心理学和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启蒙的一个思想。那么据说像什么弗洛伊德啊，这个都是非常都是很受到了这个尼采的影响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尼采说的这个对好奇心的这个追求哈。那么就是我认为呢，尼采就说这个你作为一个人肯定有一个本能的就是对新奇的东西的一种爱好哈，你一定会很喜欢新奇的东西，然后呢你很有这个欲望去认识面前的世界。所有的这些哲学者，或者说像我们这些在网上面发表自己言论的人，他们真正的欲望是什么？一方面吧，可能有赚钱啊、找到粉丝啊这些方面的欲望；一方面呢，就是自己对这个世界认识的一个角度。他们就想找到自己怎么样认识这个世界啊。那么你只要有这个本能在呢，那么你这个好奇心的追求是不会停止的。他就说这些东西呢，你不要把它搞得那么高大上，什么喜欢学问呐、喜欢哲学啊，什么喜欢考古啊这些东西，你好像讲的很高大上，不是的。他们和这个狼看到这个月亮，然后那个月亮又大又圆，这个狼开始嚎叫，那个东西是一样的，是一种本能，是一种让他觉得快乐的东西。所以他就说哲学家就像一个骡子一样，非常倔强的骡子，就是他们当中是一种有很强的本能的欲望，想去追求一些对世界的认识，然后又非常的固执的这些人呢，就成为了哲学家。所以他说啊，你看罗马的生命力多么顽强啊，这个尼采在这个善恶的彼岸当中就这么写的。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一个观点吧。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吧，对于新的东西，有新的视角和有逻辑的东西呢，你不能否认，大家确实是很追求的。当你这个东西不能用逻辑建立起来的时候，而且这个观点很陈腐，跟你以前讲的一样的时候呢，它就不够酷啊，就是英文叫做 cool， 就是那么所以呢，就说有的时候这个你看这些什么官样文章的东西啊，政治方面的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啊，就是一些很枯燥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办法激励你的本能嘛。就比如说如果我看什么未来简史啊，或者一些好的书。
然后呢，我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我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感想的时候，我很快乐嘛，对吧？这个知识确实是很快乐，而且这个快乐是本能的，你脑子里面就是会分泌一些这种东西。那么所以呢，对知识的追求，实际上你归根究底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就是一个快乐啊，就是化身动物的一个过程，化身一个好奇心动物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在追求知识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要管它什么客观理性啊，什么这公正不公正，而是说这个东西新不新啊，有没有逻辑，这个就已经很足够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说善恶的彼岸这个名称呢，或者叫超善恶呢？就是说你别用什么道德不道德的来约束了，你就是一个屈从于自己本能的一个人，是吧？你的本能就是对知识的追求哈，那么你在知识的追求的过程当中呢，你其实是没有管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的。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在看这个理睬之后得到的一些感想吧。那么我觉得呢，每个网友呢，就是对吧？很多人呢可能喜欢看一些什么杂七杂八啊、什么三姑六婆的东西啊，这个都很正常。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一个观点呢比较新颖，然后比较独特的话呢，他还是会有一些人会对你这个表示一些，对吧？他自己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叫做深层次的快乐和愉悦的话呢，那么这个方向呢，你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就是其实呢，知识媒体啊，当然我的目的是要做一个什么知识性的媒体啊，就是看过的书，想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但是呢，整体来讲呢，就是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做下去呢？长期可以做下去呢？因为人本能当中的好奇心毕竟还存在嘛，他不希望就是说整天就是在重复的东西当中持续生活，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支持很多这个 UP 主能够继续做下去的一个理由吧。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也是对吧？为什么要讲政治？为什么要讲这个什么习近平？讲什么国家？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想改变国家，或者说想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是说他们就是觉得这是一种认识啊。我们现在比如说看到这个狼看到了满月会叫，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有些现象，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一个灾害的前兆一样的，对吧？那么狼看到满月的时候，它为什么会叫？它不就觉得很恐怖吗？这个事情。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恐怖的话，我们当然会把我们的认识给讲出来，然后在认识里面掺杂一些逻辑啊。那么这就是讲政治的一个特点嘛。所以呢，也别说高尚不高尚了，说什么改变不改变，你能改变得了吗？你先满足了自己好奇心，这就足够了，是吧？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那么好了，今天视频就做到这些，大家拜拜。